真正最伤人的离开，从来都不是拉黑失联，而是他明明还在回你信息，你却像在面对一台冷冰冰的自动回复机。今天这支视频，我们要彻底拆解心理学里最隐蔽的情感撤离机制，带你彻底看清暧昧与拉扯中的真相，帮你在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时，重新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心智力量与掌控感。你有没有过这种极其难受的经历？对方并没有做任何原则性的坏事，没有对你大吼大叫，也没有说出任何直接伤人的难听话，甚至在表面上，他偶尔还会客客气气地问你一句到家了吗？或者在你发动态时点一个不咸不淡的赞，可你心里就是极其不踏实，就像是在冰面上行走一样，总觉得两个人之间少了点最核心的确定感。你翻遍了两个人所有的聊天记录，早安晚安一句都没少，上周见面的时候他还在对着你温柔地笑，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你发现自己每次发送完一条讯息都会盯着那个对话框久久地发呆。你等的不只是那几个字的回应，而是在等一种感觉，一种他真的还在乎你，真的把你放在心上的确定感。然后你开始陷入疯狂的自我怀疑与自我纠缠中，你不断地问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是不是我自己要求太多了？是不是我又在无理取闹、胡思乱想了？你给对方找了成百上千个替他开脱的理由，说他最近只是工作压力太大，说他只是太累了没有精力，说他本来就不善于用文字表达感情。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证据说他不好，所以你把所有的不安、焦虑和痛苦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在了自己的头上。但我今天必须要非常严肃且温柔地告诉你，你缺的从来都不是爱的证据，你缺的是稳定的确定感。一份真正健康的、稳定的喜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都像在走钢丝一样靠猜度日，更不会让你在深夜里独自咀嚼内心的冰冷。在一段关系里，最折磨人的状态，绝不是对方直接开口对你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到此为止吧。如果他真的那么直接，那反而是一种清晰的解脱。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买张机票去趟海边，然后收拾好心情继续往前走。最折磨人的是一种极其模糊的拉扯，是一种你完全说不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却能清晰感觉到两个人之间的温度在一点一滴慢慢流逝的窒息感。名义上关系还在，讯息还在传，甚至昨天你们还在互相发送着可爱的表情包，表面上什么都没坏掉，没有任何争吵，但你的情感直觉早已在疯狂地向你发出报警信号。你开始不自觉地变成一个侦探，频繁地观察他的各种社交动态，看他今天几点发了新动态，看他在动态里分享了什么音乐，发完动态后有没有回复你的消息。你开始像个严谨的科学家一样计算他的回复时长，早上9点问他的问题，他过了3个多小时，到了中午才回了简单几个字。可是你明明在30分钟前看到他在公共社交平台上给共同朋友的搞笑视频留下了热闹的评论，甚至还和别人有说有笑的下场互动。你还会细心地对比他语言风格的变化，过去他回复你总是带着波浪号和可爱的表情包，现在却变成了冷冰冰的句号或者一个 N 字。你注意到他的在线状态一直亮着绿灯，却唯独没有点开和你的对话框。你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你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正在陪别人聊天，只是唯独对你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接着你又觉得是自己太夸张了，你跟自己说要大度一点。你深呼吸一口气，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强迫自己去处理工作，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但到了深夜准备睡觉的时候，你又忍不住翻开手机，把过去几个星期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复盘一遍。你放大每一个词语，分析每一个表情包，在字里行间疯狂寻找他还在乎你的蛛丝马迹。你把那些过去他偶尔表现出的温柔时刻截图保存下来，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相册。当你感到不安的时候，
你就翻出这些过去的截图，一遍遍地看，试图用过去的余温来抵抗现在的寒冷。你知道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像什么吗？这就像是一个极度饥饿的人，在空无一物的垃圾桶里寻找几粒残留的面包屑。你每找到一粒干瘪的面包屑，就如获至宝地放入口中，安慰自己今天还不至于饿死，却完全忽略了你本来是一个健全的人，你本来应该坐在温暖丰盛的餐桌旁享用大餐。你一直在为一段冷淡的关系担任辩护律师，你在法庭上竭尽全力地为对方的冷漠寻找各种无罪释放的理由，而被扣上被告帽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却是你自己内心中那个无比真实、无比委屈的不踏实感。这种感觉在神经心理学上被称为缺乏情绪安全感与依恋系统激活过载。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他24小时秒回，也不是他随时随地丢下手头的所有工作来陪你。你需要的只是一个确切的位置，一种不需要靠看脸色、靠翻记录、靠偷看动态、靠反复猜测来确认的稳定感。但这种安定感，他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不想给你了。我现在必须要为你彻底揭开这个背后的心理学真相。这绝对不是你的意志力脆弱，更不是你太敏感或者太作，这是人类大脑在面对极度不确定性时所必然发出的生理性应激反应。哈佛医学院的情感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研究早就表明，当一个人给你的回应变得不可预测时，你大脑里的多巴胺赏罚机制就会被强制激活。在行为心理学的发展史上，有个著名且残酷的斯金纳箱实验。心理学家把一只小白鼠放在实验箱里，箱子里有一个杠杆。如果小白鼠每次按压杠杆，箱子都会固定掉落一块食物。小白鼠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会去按压杠杆。如果杠杆坏掉了，无论怎么按都不再掉落食物。小白鼠在尝试几次发现没有回应后，很快就会彻底放弃按压。但最可怕的是第三种情境，如果杠杆掉落食物的概率被设定为随机的，有时候按一下就掉落，有时候按10次都不掉，有时候甚至要按上100次才掉落一块特别美味的食物。小白鼠就会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它会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狂按杠杆，直到体力耗尽彻底崩溃。这种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随机强化程序，它也是所有赌博游戏和老虎机让人倾家荡产的底层心理机制。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当随机奖励出现时，你大脑腹侧盖膜区到福格河的多巴胺通路会剧烈爆发。正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发送讯息后得到的是冷冰冰的一个字，还是突然如其来的温柔回复，你的大脑才会陷入高度警觉和戒不掉的焦虑成瘾中。多巴胺在神经学中并不是代表快乐的激素，它代表的是对未知的期待与渴望。当渴望无法被满足时，你大脑中的杏仁核会疯狂报警，促使体内的皮质醇与肾上腺素激增，让你产生类似躯体疼痛的畏缩感与胸闷感。当你无法预测对方的态度时，你大脑中的多巴胺与皮质醇交织作用，驱动你去刷新对话框，去寻找答案。你以为你是在疯狂地深爱着对方，但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只是不幸陷入了大脑对随机奖励机制的生理性成瘾中。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最明显的特征绝不是突然拉黑失联，而是他让你长期处于这种不稳定的悬空状态。他依然会回你的讯息，依然会在你极其难过时说一句注意身体，但这就像是一家工厂悄悄关掉了核心的供暖阀门，外面的厂房看似完好无损，但里面的温度早已降到了冰点。知名心理学机构约翰戈特曼研究所将这种现象称为情绪撤离与拒绝连接。在戈特曼的亲密关系实验室中，研究员观察了成千上万对情侣，提出了著名的情感投标理论。所谓情感投标，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发出的每一个微小的互动邀请，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
深层连接的唯一基石。你发给他一张路上看到的可爱小狗照片，是一次情感投标。你说今天工作好累，遇到讨厌的顾客了，也是一次情感投标。当一个人喜欢你，在乎你时，他会积极地接住你的情感投标，心理学上称之为面向连接。他会顺着你的话题展开互动，他会追问你那个顾客怎么讨厌了，他会分享他听完后的情绪体验，他让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拥有温暖而清晰的回声。而在戈特曼的观察中，当一个人开始情绪撤离时，他会对你的投标表现出背向连接或者远离连接。他不会直接对你发火，但他会把回应变得极其冰薄与功能化。你说今天压力好大，他回复一句加油，注意休息。你说有一家新开的餐厅看起来很好吃，他回复一个看起来不错。他只是在像一台客服机器一样处理你输入的文字信息，但他没有真正走入你的情绪世界里。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满心欢喜地推开了一扇门，邀请他进来看看你的城堡，对方却只是站在门外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干嘛推门，然后转身离开了。你慢慢收回了自己的柔软，也收回了受伤的小心思，暗暗发誓下次再也不说了。情绪撤离不会像分手那样轰轰烈烈，它是渐进的，是隐蔽的，是让你说不出任何恶劣言行却能感知到的极度疏远。就像是一个原本热气腾腾的房间，门扇被悄悄打开了一道缝，暖气在一分一秒地散去，而你正站在房间中央，冻得瑟瑟发抖。为了让你彻底摆脱这种痛苦的消耗，重构你的心理防御体系，我总结了4个完全免费且今天就能执行的核心习惯。第一个习惯叫做单次非防御性感受表达法。大多数人在面对对方的冷淡时，最常犯的错误就是陷入2个极端，要么是用冷战和试探去惩罚对方，故意很久不回信息，等着看对方反应；要么是积压很久之后突然爆发，发一大段控诉性的小作文去质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对我。这2种做法在心理学上都叫防御性攻击，他们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给对方扣上一个你太令人窒息的道德帽子。根据戈特曼的情感投标理论，你需要的是一次真实、平静且不带任何攻击性的情感摊牌。你今天需要做的第一步极其简单，不用设套，也不用委屈自己，你只需要平光直射地表达一句真实感受，比如我感觉我们最近距离有点远，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你最近状态怎么样？如果一个人还在乎你，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愧疚与靠近，他会试图解释自己的忙碌，并试图修复这段关系。但如果他只是冷冰冰地回复一句你想多了吧，然后继续转移话题，甚至把责任推回到你身上，说你太烦了，那你就得到了最清晰的答案。第2个习惯叫做事实与猜测的双栏拆解法。很多人在面对冷淡时，大脑会自动开启过度联想模式，把对方的一个冷漠表情拆解出10000种内心活动。这在认知行为疗法中被称为思维反刍与自动化负面思维。你把自己变成了辩护律师，给对方的冷漠找了10000个工作太忙的借口，而被扣上被告帽子的却是你自己真实的不踏实感。你今天要做动作时，拿出一张纸，在中间划一条线，左边写客观事实，右边写主观猜测。比如左边写事实是他今天过了5个小时才回信息，且回复里没有回应我的情绪。右边写猜测是他可能太忙了，或者他手头有紧急的事情在处理，他依然是爱我的。写完之后，拿出一支红笔，立刻划掉右边所有的主观猜测，只保留左边的客观事实。当你只看事实时，你的大脑就会从情绪化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停止为对方的冷漠做无底线的辩护。第3个习惯叫做躯体感觉锚定训练。当你的情感焦点全部挂在对方身上时，你就失去了自身的重量。对方一起风，你就会剧烈摇晃。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
当大脑处于高度焦虑状态时，前额叶皮层的理性思考功能会被抑制，而负责恐惧的情绪杏仁核会过度激活。你需要给自己的大脑重新安装一套操作系统，通过身体的觉知来平息杏仁核的警报。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54321感觉锚定法。今天下午，当你又陷入焦虑时，立刻看看四周，说出5种你能看到的颜色。用手去触摸4种不同的材质，比如冰冷的桌面、柔软的衣服。仔细聆听3种环境声音，比如风声、键盘声。分辨2种气味，比如咖啡香或洗手液的味道。最后感受一口温水在舌尖的触感。通过这种强烈的躯体感觉输入，强行将注意力从手机对话框拉回到你自己的物理世界中，重建你自身的重力场。第4个习惯叫做价值脱钩与界限重塑。大多数人在关系受挫时会犯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那就是把对方的回应品质自动等同于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这是极其严重的心智陷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图式混淆。对方回应的品质只代表他此刻的心智状态、精力分配和个人选择，绝不代表你的个人价值。今天每当你想起对方的敷衍而感到自卑时，在心里默念这句话：他的状态是他的选择，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定义。就像一朵盛开的花，蝴蝶飞来或者飞走，都不影响这朵花散发香气与色彩。在处理这种暧昧与冷淡的关系时，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有害认知与毒鸡汤。今天我要彻底击碎它们。第一个最常见的谣言叫做只要我付出更多、更懂事、更体贴，它就会重新热起来。很多人以为爱情是理财产品，以为投入的精力和体贴越多，回报就会越大。事实刚好相反，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沉没成本谬误与低姿态让步陷阱。当你试图用更多的体贴去换取对方的确定感时，你只会把自己降格为一个祈求确认的附庸。你的过度付出不仅不会让他感动，反而会让他习以为常，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多么冷淡，你都会守在原地随时待命。第2个谣言叫做他真的只是太忙了，忙到连发一条讯息的时间都没有。请你立刻清醒过来，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没有任何人会忙到整整12个小时看不到讯息。知名企业的高管和国家领导人都有时间处理私人生活，这从来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而是优先级的排序问题。当一个人对你失去了探索欲和好奇心，哪怕他闲到躺在沙发上刷视频，也不会想起来问你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因为在他的大脑优先级地图里，你的位置已经被排到了娱乐、打游戏和朋友聚会的后面。第3个谣言叫做只要他还没提出分手或者拉黑我，我们就还有希望。这就是典型的民意陷阱。情绪撤离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需要通过拉黑来完成，它继续留着你的联系方式，偶尔回复一个表情包，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低成本的解闷工具或者备选项。这种名存实亡的陪伴比直接拒绝更具有毁灭性，因为它在源源不断地消耗着你的生命力和自信心。第4个谣言叫做只要我变得更加完美，减肥成功，变得更有魅力，他就会重新爱上我。很多人在感到被疏远时，会疯狂地改变外表或者改变性格去讨好对方，但这是一种外部归因的误区。一个人不爱你，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因为情感的流动已经停止。用迎合和改变去吸引一个已经情绪撤离的人，就像是在干涸的井里打水，无论你的水桶多么精致，都打不出哪怕一滴水。第5个谣言叫做只要我们见面吃个饭或者去旅行一次，关系就会彻底修复。很多人寄希望于空间上的靠近来解决心理上的疏远，但如果情感的通道已经关闭，强行见面只会让尴尬和冷漠表现得更加具象化。
让你在同处一室时感到更加孤单。第6个谣言叫做玩弄心理战术，故意推迟回复时间，就能反向操纵他的注意力。很多情感博主教你故意晾着对方，他慢回你1小时，你就慢回他2小时。这种虚伪的推拉战术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博弈，它只会加剧2个人的信任赤字，真正的自我掌控从来不需要靠表演冷漠来维持，而是由内而外地收回内心的期待。为了让你把这些认知转化为每天的本能，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套1日精力收回清单，请照着这张执行表重新安排你的生活。早晨6点半醒来后的前30分钟，绝对不要开启任何社交软件去查看它的动态或者等待讯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早晨醒来时大脑的皮质醇水平最高，此时查看悬而未决的消息会让你整天处于应激状态。醒来第一时间去喝一杯温水，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做5分钟的深呼吸，把皮质醇水平降下来，开启属于你自己的清晨。上午8点半在通勤路上，听一首节奏明快的音乐，或者听一本有声书，把大脑的语言区占用起来，不给思维反刍留出任何空间。中午12点，执行事实与猜测分类法。如果你发现自己又在翻看聊天记录，立刻在脑海里按下暂停键，问自己，我此刻是在看事实，还是在编故事？如果是编故事，立刻合上手机，去吃一顿美味的午餐，享受食物带来的多巴胺体验。下午4点，开启30分钟的物理锚点训练，去进行一次快走、跑步或者做一套伸展运动，让身体的疲劳感替代大脑的空转感，把血液重新吸引到四肢中。晚上8点，给自己的情绪建立一道防火墙。如果对方发来了毫无温度的敷衍讯息，不要立刻秒回，也不要赌气冷落，像对待普通同事一样礼貌而简短的回复，然后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开启免打扰模式。晚上10点半，睡前关闭手机通知，彻底远离电子设备，绝对不在深夜给对方发任何情绪化的小作文。深夜是情绪最脆弱的时候，发出的文本往往带着哀求与控诉，只会让你第2天醒来时感到无比后悔与羞耻。带着对自己的尊重入睡，把充沛的精力留给明天的太阳。在这套系统执行的过程中，我必须要给你做一次非常诚实的预期管理。在第1周的时候，你会经历极其强烈的戒断反应，就像戒糖或者戒烟一样痛苦。你的大脑习惯了多巴胺的随机刺激，会疯狂提示你去看手机，你的心里会像有10000只蚂蚁在爬，你的胃里甚至会有一种隐隐作痛的空洞感，这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请不要害怕这种难受，这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重组和自我修复的标志。每一次忍住不看手机，都是在为你大脑的神经元进行重塑。到了第1个月，随着物理锚点的建立，你会发现自己的头脑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与敏捷。你不再因为他的一条讯息而情绪过山车，你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感和掌控感。你开始注意到路边盛开的花朵，开始享受与朋友聚会的欢笑。你的生活重彩斑斓起来。到了第3个月，你会彻底拥有独立的心智内核与强大的情绪自愈能力。这时候你再回头看那段让你患得患失的关系，你会发现自己早已不再需要那个虚无缥缈的回复。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个困住你良久的牢笼，门其实一直是敞开着的，只要你转过身，就能走向广阔的天地。请深刻地记住，倾听你的身体，尊重你的直觉。当一段关系让你每天都在猜，都在等，都在自我怀疑时，你的身体早已通过焦虑、失眠和胃痛给出了答案。你不需要对抗自己的痛苦，你需要做的是顺应直觉，温柔地将自己从冰冷的情境里拉出来。这里补充一个必要的心理健康免责声明。本视频内容
旨在提供心理学科普与生活方式建议，不能替代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医学治疗。一个真正值得你花时间去爱的人，绝对不会让你在凌晨2点翻看着聊天记录，一遍遍确认自己是不是被喜欢。他可能不完美，但他一定会给你一种脚踏实地的稳定感。你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被谁热烈的喜欢着，而是哪怕没有任何人的喜欢，你也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光芒万丈。今天视频的最后，我想在评论区抛出一个值得所有人深入探讨的话题。你在过往的关系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突然看清了对方的情绪撤离？当时是哪一个微小的细节让你决定彻底收回自己的用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和感悟，每一个真实的分享都可能成为治愈另一个困顿灵魂的光亮。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视频对你有所触动，请一定要点赞、收藏，并分享给那个正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每周我们都会用最严谨的科学和最温暖的视角，带你一起探寻心理学与生活的底层逻辑。感谢你的全程陪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